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独立音乐人赛洛斯潘，这里是我的第一期 Vlog， 我是 Favors 乐队的吉他手以及制作人小豪。因为叫小豪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作为 UP 主，我需要给自己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，对吧？所以我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赛洛斯潘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会尝试录制一些 Vlog， 主要的内容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和音乐人有关的内容。由于我现在人不在我自己的工作室，在老家过年，所以的话，第一期内容就是使用了一个很早之前录制的一个开箱视频。还行吧。哇，很轻很轻，满意。这是USB 线，然后拿下这两个本体。哇，这键盘真的好迷你啊！旋钮，哦，这个手感，可以打游戏了。很早之前就有做 Vlog 的想法，因为时间太忙和拖延症一直没有付诸实践。从今天开始我会认真做一下这个事情，把我作为音乐人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帮到一些同行的音乐人或者是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们。然后目前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跟设备有关的主题，我想先从这个做起。然后Akai的这个键盘呢，我已经入手1年多了，当时购买它的主要原因是我需要一个便携的 MIDI 键盘，可以方便的带出去，演出的时候可以减轻一点负担，并且随时的在外地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编曲。25键的 MIDI 键盘的话有很多，Akai算是在 MIDI 控制器当中比较经典的一个老牌子，性价比比较高哈。当时我购买它的时候花了720元，现在已经涨价了。这个东西我推荐大家找一家便宜的买就好了，因为它质量挺好的，不容易坏。有一点购买前就是我一直都查不到的讯息，就是这个国行版它也是包含了赠送的3个插件和采样包的，这点可以放心哈。直接去Akai的官网就可以下载，输入你的产品序列号。这是我唯一拥有的Akai产品，它定位是相对比较低端。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它的优缺点。首先是它的便携性，适合作为你的第二键盘。购买25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肯定就是便携性。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便携性，那49键或者是61键演奏起来肯定是更加舒服，8度更加足够。那这款键盘的弯音轮它在键盘的上方，这种设计很好的减少了键盘的长度，那这个长度刚好和我的笔记本是相当的，大概跟13寸的 MacBook Pro 的笔记本长度差不多。然后你也可以很方便的放入吉他的背包的扩展包里，所以这款便携性是很加分的。但是如果你需要更多的键位，那我就不建议选这款，这根据你演奏的编曲的习惯来决定。如果你演奏更多偏合成器的内容，那么这个无配重的25键大部分情况都是够用的。那如果你经常演奏跟钢琴有关内容，那么这个比较不方便。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在工作室还有一台全尺寸的键盘，根据需要的时候使用，外出的时候就带这个。如果这是你的第一台 MIDI 键盘，那你也可以考虑入手它，因为它比较便宜嘛，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补一个全尺寸的带配重的纯 MIDI 键盘。第二点就是它的性价比高，但是不够精准。作为一个这个价位的 MIDI 控制器，它除了有8个打击垫、8个旋钮，基本上它涵盖了编曲所需要用的一些控制器，而且价格只要几百块。但是相对的，这些控制器的精准度就会比较差一点。这个摇杆的手感是挺好的哈，这个摇杆的设计也很有意思，你可能会很喜欢用它，因为弹起来确实挺爽的。但这个打击垫的话，我这个用起来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比如说
说这个 pad 在你有时候力气不够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按的不干脆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这种端跳的情况，这样连闪2下。那虽然这个有办法可以避免，就是你尽可能的力度大一些，然后快速的提起来，然后还有是可以用一些插件把这些连续很短的2个音符给它过滤掉，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对编曲影响不是很大，但是根据我在其他机器比如说 Push 上的体验，它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。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它的成本的关系，它的精确度不是很高。不过这个对编曲影响不是很大，因为你在后期可以把多余的音符给它编辑掉。然后这个打击垫会比一些比如说像 Novation 上面的那些附带那些打击垫手感好太多了，因为它首先它的这个打击垫的大小够大，然后它是这样2排的设计，比这种横着1排的设计更适合用来演奏这个手指鼓的东西。旋钮的话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它不是很精准。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个之前，我是购买了一台同样这个系列的，然后上面全都是旋钮的，因为我当时很需要这些旋钮作为控制嘛。那到手过后我就发现跟这个是一样的问题哈，就是首先它不是很精准，就是它在最小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要这样移动一些，它数值才开始变动，或者是到最大的时候，比如说到这边可能就已经是最大了。然后你在居中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上面是调的居中的，但是在电脑上控制的旋钮它就不是刚好中置的状态，有可能是稍微偏左一点或者稍微偏右一点，就是这方面。那但是如果除非你是有强迫症的话，那这个对你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因为在做音乐上面它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。那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，你可以另外配一台编码器的那种无极旋转的，上面是有具体数值的那种，作为有需要很精准控制的情况。那这种情况我们最常用的时候可能就是大范围的旋转，然后大范围的调制，或者是整个关掉，不用特别精准的情况，所以这个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。那当然这个就是肯定也算它的一个缺点吧。第3点，它的优点和缺点的话，就是它的质量比较好，很耐操，但是它的科技含量不高，因为它这个本身的设计比较简单，整个是塑料做的，重量又很轻，感觉就是很耐操的那种，随便乱丢也没事。那这上面用到的都是那种传统的 MIDI 控制器的技术，很稳定，也没有什么科技含量，相对来说只能作为一个标准的自定义的 MIDI 控制器来使用，就是没有那些很方便的音色，比如说像 Novation 啊，它有那个 Automate，或者说是像 Push 它本身跟 Live 它结合就非常好，或者像 Machine 本身跟 NI 的软件就会匹配的很好吧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MIDI 控制器，没有这些乱七八糟功能，就是你每个需要的旋钮你去映射，就是映射到你的软件上相对应的这个旋钮上去完成这些功能。然后它也没有一个显示屏，但是很多时候你都只需要用到它固定的功能，比如说某一个旋钮固定映射到某一个效果的大小，就很适合这种键盘。你设置好过这些功能就是固定死的，对演出也好记忆。那这一点就看个人使用习惯来决定了。它本身有赠送一些插件和采样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怎么使用，这一点就不介绍了，你可以自己去网上找这些相关的资料。这款产品它也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地方，当时我就有考虑到，就是因为它作为一款便携产品，它就是没有蓝牙。虽然蓝牙你在正式演出当中你基本不敢使用，因为它很容易受到干扰啊，各种不稳定的情况，但是平时作为编曲使用的话还是挺方便的，又省了一条线。那如果你对蓝牙有需要，对打击垫旋钮没什么要求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一下 Korg 的 mini 键盘。那另外还有一个 Actual阿图瑞亚，应该是这么念吧。Arturia 也有一款类似的产品叫做 Minilab MK2， 名字都很接近哈。它有更多的旋钮，但是在打击垫相对来说比较小，并且是一排的打击垫，就是会比较难演奏。打击垫手感的话，我想肯定没有Akai的好，毕竟Akai在这方面经验比较充足嘛。那Arturia 旋钮是无尽旋转的，就是像编码器那种。如果你没有搭配一个显示屏的话，这种无法确定参数大小的编码器，其实用起来反而还没有Akai的这种固定参数的旋钮好用，因为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控制的在什么位置嘛。所以我个人会选择Akai的这一款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对这款小键盘的使用体验。个人的体验是不后悔购买这款产品，并且我使用它的频率非常高。由于它的便携性，反而是我的很多的控制器当中我最经常使用到的设备。那如果你跟我有相似的需求，或者它的这些优点足以打动你，或者你入门想选购一款便宜的 MIDI 控制器、MIDI 键盘，那你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产品。
接下来我还会接着做几篇设备推荐，以及最近新购入的 Mac Mini 2018的体验分享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你关注我并且点赞，谢谢。然后欢迎你关注我的乐队 Favors， 我们乐队的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都可以听到我们乐队的作品。谢谢观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